大脑是有86 billion，人类大脑是有86 billion的神经。其实相对来说，如果我们一个神经上有我其实也不知道一个神经到底有多少突触，但是如果是比如说10个或者是左右的话，其实它的现在我们的一个大模型跟一个人类的大脑的这个规模来说的话，可以相当于说达到了一个跟人类大脑可以比较的一个规模。那所以说，我们这个当我们在用大模型或者是用 AI 的时候，我们其实是相对，其实我们应该就是有一个想到的点，就是我们怎么样用好我们每个人可以触手可及的一个第二大脑，然后怎么样跟子女一起去探索这个新的这个相当于说新的工具和这个新的科技。那当我们说到科技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在座的很多人可能对这个科幻会有一些，就之前可能会比较感兴趣的一些人，尤其是像这个科幻作家道格拉斯·亚当斯，他是这叫什么《银河系漫游指南》的作者。然后他其实是这应该是70年代左右，他提出来的一句话，他说他他发现人类对科技的啊。认识程度或者接受程度其实是相对来说分成3个阶段。所有的科技如果是我们已经出生之前就存在的科技，我们就是认为它是这个自然社会的一部分。那如果是在我们15岁到35岁之间诞生的科技，我们会认为它是令人激动的、令人有革命性的科技。然后我们我们对它的态度是非常正面的。然后他在最后他又提到说，如果这个科技是在一个人35岁以后出现的话，很多人对他们态度就会有一些敌意，就觉得他们是一种不自然的东西。所以说，我们这个其实就是可以就结合到我们 PCE 的一个就是跟子女共同成长的这样一个话题，就是其实我们怎么样去认识这个科技。然后就是 Sam Altman，他是 ChatGPT 不是 OpenAI 那个 CEO，他也说过说，如果你去看20多岁的人用 ChatGPT 的方式和包括一些就是经常用 ChatGPT 的，可能40、50岁的人，他们用的方式是完全不一样。他们可能已经把它当成一个自然存在事物，当成一个操作系统来看。所以这个就引发到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用 AI 学 AI。就是它是一个是在用中学，另一个就是我们是用 AI 来学，因为就是怎么样去用 AI 来帮助我们学习一种新的知识然后我们其实今天想要啊、给大家就是讲到的一点就是它这种新的知识和新的技术，它其实是一种新的思维框架。不是一种孤立的说我怎么样去用 AI 解决一个工作的东西，或者是用 AI 解决一个家庭里面的社会生活中的东西，而是说我们怎么样去把这两种，就是我们家庭、社会子女的教育和工作这所有的方面去互相的啊、去能够互相的结合，能够变成一种可以无缝迁移的一种技能。那我们其实也可以说，我们因为这个新事物对我们来说也是全新的事物，所以也给我们一个机会，可以让我们跟孩子一起探索，然后变成一个互相启发和共同成长的一种比较平等的学习的方式，而去互相的一种取长补短。那这样的我们后面就所以我们今天介绍的是，想要介绍一些框架，然后从框架的角度来说呢，我们会去介绍一些例子，比如说我们信息收集分析这样的一个框架是怎么样来用 AI 来去学习来去进行的，或者说我们怎么样可以把 AI 变成我们的一个个人沟通教练。然后呢，可能再进一步的说，我们怎么样去达到一个项目执行和系统建设的一个东西如果有问题的话，可能需要 Monica，或者是就是大家有问题的话，可以问一下，或者是让我关注一下。然后因为我现在是2个屏幕，我现在就看的是这个就是投屏的这个屏幕。好的，没问题。对，
然后所以我这边呢，今天可能就是介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会每个里面选一个例子来讲，然后所以说后面的话我们会比如说信息收集的话，我们可能同时可以用在公司里面，或者是用来帮孩子升学校里面。那个人沟通呢，包括跟同事、上下级、学校、孩子都可以都是一个沟通的一个可以就是沟通，就帮我们达成一个个人沟通的一个优化。那项目执行呢，其实我们在公司里面需要有项目开发，然后我们其实家庭里面有一些计划，比如说出游或者是一些比较长期的一些计划，可能也可以，其实也是跟项目执行有关的。而这几个方面呢，其实都是 AI 会比较擅长的，因为 AI 相对来说，因为我们在训练这个大模型的时候，我们是为了所有互联网上，包括一些不光是互联网上的一些网页的资料，而且也有些书籍的资料和论文的资料，所以他们其实就是作为 AI 来说，它是一个比较擅长说从海量的信息里面去进行一些分析和收集，然后包括发现一些pattern，就是发现一些模式，然后啊、所以说我们就这些方面呢，其实是可以去更进一步的去学习，更进一步的去学习，而不是仅仅放在说帮我写一封邮件，或者是帮我去写一篇文章发一个小红书，或者发一个什么样这样的一个文章的学习。文章的就是写文章或者写一些标题这样的文案的一个作用。那第一个呢，就是这个是我的一个朋友的一个例子，就是其实因为现在也是公司里面很多的就是重组或者是并购或者什么的，那就是很多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说，当我们去问我们的 manager 或者是问同事的时候，大家其实都不是很清楚这个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那我们今天就用这个算是就是这个是一个比较真实的案例来看一下，就是 AI 可以怎么帮助我们。那这个就是一个信息收集，就是我们用 AI 进行收集之后，收集和分析的一个框架。那比如说这个就是说我一个朋友，他的公司刚刚收购了另一个公司，我们就用 A 和 B 来称呼。那这个时候就是他对你个人来说，对你个人的一个影响和对你个人的职业是一个什么样的影响呢？那这个其实，在用 AI 进行数据分析的时候，我们是需要给它一个 data source，就是我们需要给它一些信息，然后包括也就是所谓的 context。如果有一些比较关注 AI 的朋友，可能会知道说这个 context 就是上下文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就是就是比较重要的东西，就是可以让有没有合适的上下文，其实可以决定说 AI 能不能有合适的问题。那这个例子来说呢，如果是就我朋友来说呢，那就是你肯定首先要把你自己的公司是干什么的，然后你收购的这个公司是干什么的，这两个公司的一些信息，比如说它的网页、它的官网可以发给那个 AI 说，哦，现在是这两个公司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收购，然后还有呢，就是你可以考虑说，哦，那这些人都是干什么的？因为公司最终是需要有一些人的需要就具体来说，这些领导或者说这些管理层他们是干嘛的？就是那你可以去 LinkedIn，它有一个 People 那个网页，你可以把 LinkedIn 的相关的网页去发给他，然后让他进行一个搜索和收集。然后最后一个呢，就是你的个人的一个 LinkedIn 的 profile，就是你自己，就是他会分析一下你在公司里面所处的位置和他会怎么样，有可能会怎么样影响你。那比如说这个步骤的话，就是三步，就是第一步，就是因为我们说的这个跟 AI 的对话的一个程序，也是一种相当于说是每一次你进行一个 AI 的对话，是你去重新，就是也不是重新，就是你去训练一个新的一个小的一个能够有这的能够认识你上下文的一个小的这样一个特化的模型，就是你每次打开的一个新的窗口，就相当于说你去把这个模型给进一步的特化。
那比如说，你可以去，当你把你的公司的，我们先说第一步是公司的 research。那当你把公司的一些信息发给你的时候，发给他的时候，你可以问说他们的 business model 都是什么样的，他们的哪一些 market，哪一些有一些什么样的他们的在这个他们有一些 press release 和他们是一些有没有去找一些这样的，就给他一个相当于说一个命令，去让他去上网搜索更多的一些信息，然后你可以问他说，那为什么就是这种情况下，这样的一件事情会发生，就是他们是怎么样，这个决定是怎么做出来的？如果是上市公司的话，其实你可以也试一下，说你去找一下去年的财报，然后你找一下就是财报里面，因为其实也有一些公司的一些就是未来的一些战略信息，那他这样的话，他就会对这两个公司的背景有一个学习，然后在公司背景学习的进一步的基础上，你可以问他说。你找一些 leadership team 的一些分析，然后想说，那从 leadership team 的角色来看，就包括你自己的一些就你自己这个部门的一些人的角色来看，你是怎么样去理解这件事情的？然后在他进行了一些一定的学习和理解之后，你再去问他说，那如果是我现在给你我自己的 LinkedIn 的一个背景，或者是你也可以为你自己的 resume 进去，然后你这样你认为就是说这件事情对我和对我的 department 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影响？我的这个角色在将来会有一些什么样的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变化？那这样的话，他可能会给你一些比较就会比较对你有一些个人你能够马上可以应用的一些能够应用的一些建议，然后包括说如果因为一般这种情况下，就是其实公司里面很多的消息也是很多，然后各种各样的消息应接不暇，那你可以就是把这些消息相当于说去进行一个对你个人最有用的一个信息的筛选。那当然这里面的话。因为 AI 它并不是100%正确的，就是你要尤其是像很多的公司，它如果有一个重名或者是有一些有一些它的那个新闻的时效性，你其实还是要去看一下它是不是说有的时候是不是这些说的东西，或者是这个人，尤其是有一些人他也有可能有一个重名的情况，他是不是真的说的是这个人？然后这个就 AI 的那个 fact check。其实还是就人要最终的进行一个把关就是我后面的那这里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去讲一下那个就是 prompt engineer，就是为什么它还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因为我们有的时候觉得 prompt engineer 好像有一些人说哦，现在已经不是一个 not a thing anymore，或者是怎么样，或者有一些人在讲 context engineer，我觉得不管它叫什么，就是其实它最终他说的是一个，就是我们如何去问问题，就是相当于说，如果说我们去想大脑或者是想一个大模型的话，因为我们大脑是很多的区域，或者是我们的记忆也是很多的区域，就是我们激活哪一部分，或者是我们去让它去训练到哪一部分。比如这里的3个例子，就是也是经过我的朋友的同意。我截了一些图在这边，就是想做一个例子看。那第一个的话，比如说我只是问说如果我就按这个前面的3个顺序问下来，其实他给我的是一个非常官方的回答，就是他也不能说错，但是他看上去呢，好像也不知道对我有特别有哪些特别特别有意义的问题。然后我其实就跟他说，那你应该问他，就说就是这个太 generic 了，然后这个是就是太有那个 consulting 的那个什么，其实我也不是很关心这些就是怎么说呢，空话或者是画饼的这些东西。然后就是你就跟我说，我作为一个职员来说，我到底应该怎么样，就是 navigate 这件事情。那其实他就会马上去把，就是你这个信息，就是他觉得 OK，他其实他收到职员这个词的时候，他会知道说，作为一个 employee，你关心的事情和作为一个
比如说你是analyst，就研究说 A 公司并购了 B 公司，他关心的是完全不一样的事情，所以你相当于说你把他的一些就让他去关注到你个人更关注的一些东西上面，那就开始你就会发现说。他会给你一些更加让你能切身的去有实用的东西。然后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这里面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例子，就是因为这件事情，就是这个就是并购发生之后，他会有一个很多人他都有一个例会嘛，就是大家介绍一下是怎么样，就是我们这个公司我们这都有哪些部门啊，然后每个部门都在干嘛，然后你们公司有哪些部门，然后大家就是说熟悉的一个例会。然后这个时候我也是跟这个朋友说。就是当你只是拿到一个公司的你的 manager 跟你说，哦，我们下周要有一个例会啦，然后我们每个人要出一个什么3到5分钟的介绍，然后你觉得说，哦，介绍一下我们大家都是做什么的，就是我们的理解，我们可能很多情况下，我们就是 manager 或者是领导层给我们的一个指示就是这样，就是他觉得这个 OK 了，就是这样。他觉得这个说的也挺好。然后，如果你直接去问ChatGPT 说，哦，你给我一个3到5分钟的介绍，他是可以给你一个介绍，但是他也是那个介绍，其实当你就是做完前面2步的时候，那个介绍其实也相当于说一个很不错的介绍。但是就在我们讨论的时候，其实我们发现一件事情，就是你这个 audience，就是你进行的这个介绍。到底是给谁看的？所以说我最后就跟他说加了一个问题，说到底谁是我的 real audience？是这个新的公司，还是我的 manager，或者是我的 skip manager？然后这个时候，其实你发现 ChatGPT 开始就变成一个就是可以开始指导你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工具。就是说，你虽然是你老板跟你说，哦，你去做一个3、5分钟的报告，然后下周准备一个，但是其实你的听众不是那些人。那些不认识你的人，你的听众其实就是你的老板和你的 skin manager 或者是包括 VP 或者这些人，然后他就会说，OK，因为这个公司是因为这种，其实他开始讲这个 strategy alignment 和他这里其实还用了一个 internal diplomacy。所以他这个时候他就开始给你后面这个截图比较长，就是所以没有办法放全。就他开始跟你讲说，哦，你其实你的这个报告里面应该注重这些问题，而不是你就发现你这个新的这个报告的那个 outline 和你原来一开始的时候只是说，哦，我下周要去做这个报告现在是这么情况，然后你怎么样，你就会发现它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变化，然后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个就是所谓的 prompt engineer，就是我们的就是 AI 是很强大，但是它能够给我们什么样的信息，很大程度上是跟我们怎么样问它，怎么样去激发它的一个怎么说呢，最强大的一个功能是息息相关的。所以说这就是在我们用的时候，因为你发现其实很多时候就有的人就说哦，我也用了一下它，我也没有觉得它有什么特别厉害。然后有的人说，哎，我觉得它简直太厉害了，然后做的什么事情都给我一些很多的灵感，就是有可能就是说这些他们就是大家的问法其实是不太一样的，然后这些不太一样的问法呢，就导致了它的一个输出就不太一样。所以说，这个呢，就是我们在用 AI 的时候需要去学习的一个东西，然后这个很多的时候是一个直觉和反复练习的时候才能得到的一个新的一个技能。那当然，就是我们说到怎么样用 AI 来学 AI 呢？就是其实你也可以用 AI 说，直接问 AI 说，哦，我现在问你的这个问题，你觉得就是对不对？就是这个情况下你会问什么样的问题？你就会发现他也会跟你说，哦，你可以问这几个问题，然后你可以看一下说，哦，他为什么会想要问那些问题，然后你就可以其实跟他进行一个讨论，这样呢也是一个学习。那我们这里是燕，你是要有一些补充吗？我就加几句吧。我说刚才这个，徐杰在讲这个 prompt engineering，其实这个过程就是一个可以说是培养 critical thinking 的一个过程。就是你如果说很简单，你只说一些简单，他也跟你就是
官话大话，甚至是空话，就是说一堆。但你如果是自己analyze 一下，觉得什么是你真正的要的，然后你跟他分析，他也就跟你分析的越深。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前不久不是有人说这个 AI 依赖于 AI 让人变笨了吗？我觉得这个AI 其实是一个 tool，可以让你变笨，但其实也可以让你变聪明。我是这么觉得啊，就是说你增加，如果在这个过程中增加你的 critical thinking，这个 critical thinking 这一部分是你要练的，是要学的，是要不停的做的。然后这个 AI 可以帮你练，但是你如果不练的话，你让它替代你 critical thinking，然后你就变笨了。你要是不停练的话，你就变厉害了。其实简单的说，就是 AI 这个 tool，我希望大家能够注意到，就是你会用，用的好，对你是有助力的，但是你用的不好，就是想要偷懒，甚至想要作弊的话，那千万不要以为你作弊会得到好处哈，你实际上真正的损失会很大。这个是我想要说的一点。那这一点就引申到，就你自己在工作中，比如用了这个，对你自己是一种实力的增强，就是也不仅仅是保住饭碗，因为你有了这些能力的话，这些能力都是 transferable，可以移动到任何地方。包括生活中，包括教孩子。那如果说你能把这种思想，就是让孩子也能够从小的，就是得到这种 critical thinking 的训练，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重要。因为 critical thinking 其实才是 AI 时代，就是我们更加需要的东西。因为你靠这种死记硬背，靠其他的这种呃简单的东西，其实 AI 都替你做了，以后那些 skill 都会被淘汰掉。但是这个最不能淘汰，也淘汰不了的就是 critical thinking，这个就是我想说的。嗯，对。然后这样就是，我就接着这个 critical thinking 和这个我们讲的一个框架的来说的话，就是其实同样的一个思路，你就可以用在生活中。比如说有就是孩子需要孩子需要选一个课，或者说需要根据一些大学的录取来去规划他的选一些 AP 的课啊，或者是选一些俱乐部的课。那你可以把这个同样的框架就拿过来用在不好意思，我今天拿过来用在那个选课上。那你可以问一下说，OK，我哪几个大学是我比较有兴趣的，然后哪一些他那哪几个大学？那我现在所处的位置是什么？就是我现在小孩的几年级，或者是他的兴趣点都有哪些？那我根据这些兴趣点和根据一些课程的介绍。我是不是可以让 AI 去帮我去进行一个规划？就当然，这个规划肯定还是需要一个就是父母或者是一些老师进行一个把关。但是就是比起来说，哦，我就扔给一个咨询的机构，或者是扔给一个或者是网上说，哦，有一些人去讲说这是一个什么成功的经验。那就是我们个人来说的话，我们对这个整体的东西就是我们会在这个过程中去了解到说我们这个东西到底是怎么回事，然后这样的话就会就是也是一个帮我们进行信息收集，然后也是让我们去更加的对这个整个的系统进行一个了解，也包括你跟小孩可以讨论说我们两个同时做同时去进行这个收集的话，我们问的问题会不会不一样啊？或者是我们拿到的一些结果是为什么不一样？就是你们可以就变成一个跟孩子去一起共同学习、共同成长的一个机会。那下面的一个框架就是讲到沟通优化，啊、就是之前跟这个话题也是大家跟那个三爪和燕还有就是讨论的时候也是大家都很有共鸣，就是尤其是就是小孩儿现在，我们都很有自己的主见，就很多人回来之后说哦学习过得怎么样啊，他就说哦挺好的，然后就没话说了，然后或者说甚至是有时候引起一些争吵，就包括我现在小孩还没有那么大，但是他有的时候但是小有小的问题，就小的时候他可能大的时候他可能是不想跟你说，小的时候他可能是不会说，那就是你怎么样根据他的一些年龄特点，你可以去进行一些就是让 AI 去帮你去进行一些沟通的指导，比如说你可以讲说哦，我们最近小孩是多大，然后发生一件什么样的事情。
就那就跟前面讲的一个其实也是很类似的一个想法，就是说，就我们能够给出的信息越多，它就会能够给我们得到的反馈也越多。如果你只是很泛泛的说，哦，我最近小孩他这么大，然后他不是很会，他不是很，他经常回来之后也不跟我讲话，就有什么办法？他可能就会给你一些很泛泛的一些。嗯，就是泛泛的一些指导。那你要是把它讲的很具体，说哦，我们上一次的时候有这样一件事情，然后我本来想要知道这种信息，然后结果他说的时候说了几句话之后，他就开始讲什么什么，然后我结果又怎么样去进行了一个反馈，然后后来他又进行了一个什么样的反馈，然后在几轮对话之后就怎么样？就是如果你能够把这些东西能更加描述清楚的话，他就会给你一个很详细的一些指导。就是然后包括比如说你可以跟他讲说我怎么样，他的一些能不能帮我去了解一下他们的 perspective 是什么，然后或者是说我怎么样去。比如说他有一些问题，你可以提的很细很细的，比如说你可以问说，我怎么样去下一次我想要跟他谈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应该怎么去谈比较好？或者说我哪一些句子我可以用，或者说什么样哪一个时间比较好？就这样的话，就是它其实是帮你进行一个沟通和优化的，就是帮你个人来说，我包括如果我们有一些书我们很喜欢的话，或者说我们有一些人的讲座我们很喜欢的话，其实我们完全可以就是喂给那个 AI，然后说。哦，我很喜欢这个人的一些观点，你觉得这个人的观点能不能在这件事情上应用到？你就会发现说，哦，他可以就是可能我们之前听一些人讲的时候，我们没有切身的体会，那回来的话，可以让 AI 去讲说，哦，这个人的观点可能可以在哪些方面能够应用到你真实的生活的一个例子中。那这是在家里的一个沟通。其实，在工作中呢，其实也是很类似的一些问题，比如说我们的跟同事或者是有一些在一些问题上有不同的意见，那怎么样去让这个沟通变得更加的顺畅，或者是说我有一个啊、其实刚才那个例子也有一点沟通的那个。也是，其实也可以算是一个沟通的例子。最后就是我有一个下周需要准备一个presentation，我是怎么样去准备才能达到最好的效果？Sandra 好像昨天其实 share 了几个很好的例子，我觉得可以，Sandra 要是在的话，可以可以可以再 好，share 一下。好，我就 share 一个例子哈，就是在去年呢，去年夏天，我跟有一个同事比较多 conflict 的哈，我们是非常紧密合作的，平时也一起做很多事情，也交情也很好。但那个 conflict 呢，是源于呃有一点 power struggle 哈，就是可能我被误会去做这个 power struggle 这样，结果在那之后就变得很难沟通。因为我这个同事呢非常厉害，他其实在一定程度上是我的 leader，就是我们在技术上呢都是通过他，啊、管理上并不是，但是他就是一个无冕之王。他非常非常自信，也很有这个 insightfulness，也很有全局观，我们都挺佩服他的。但是当他误认为我跟他有 power struggle 的时候，就很难沟通了，就是几乎每次都是被 gaslighting 啊，就是很沮丧。我实在是没办法了，就找到 ChatGPT，我就跟他描述一些事情、一些关系啊，让他跟我分析分析这个人。然后我说我现在呢有一件事儿要去跟他沟通，而且呢这个又不是他 expected direction，因为我有一个想法是和他的想法有点儿区别的。我说我真的很 hesitate，他就哎呀安慰我一通，然后他就说你走这4步，一二三四。我说你把这4步的具体的告诉他，第一句说什么话都告诉我，还告诉我这个地方你一定要停顿。然后万一你觉得有 gaslighting，你怎么回答？全告诉我了。我就拿着手机进他的办公室，我就说：“哎，咱们聊聊。”然后就聊得很好。事后呢，好几天之后，他说：“哇，那次我们聊得很有成就啊，就是好像你整个 strategy 都变了。”我想那是啊，我后面抓了一个这个非常强大的 brain，这个 ChatGPT 给我写的哈。所以后来我就很注意跟有一些比较难的。
比如跟老板谈话，又是一个很难的事儿，什么我就会跟 ChatGPT 商量一会儿，然后呢，心里有底了我再去。所以有的时候我都让他帮我打个草稿，我还会跟他说，你口语化一点，不要显得像写的文章，他都可以做到。好，就是这个。对，这个就是很好的例子，就是啊、当你给他一个很具体的一件事的时候，其实他的表现是很好的。就比泛泛的讲说，哦，我跟我同事怎么样改善沟通啊，或者是怎么样，他就会有一个更好的一个表现。那其实下面就是这个地方，我们其实可以引出来一个更深入的一个应用，就是你 ChatGPT 或者是你的 Gemini，其实现在相当于说你可以自己去 customize，你可以把它变成你一个个人的 coach。比如说你要是经常跟他讲说，哦，我这个人我是啊、前几天做了一些这样的事情，然后或者是说我的一个上级或者是我的一个同事做了一些这样的事情，然后我们之间的沟通是这样的，或者是我的 presentation 我之前是写的是这样的，写的是什么样的。然后后来被改了以后，我觉得这个效果好很多。然后怎么样？然后你可以去，其实就这边我进行一个比较快的一个演示，就是你可以去 customize，就是当你有足够的一些包括你有些书，就之前我们提到，就是如果你有一本书你特别喜欢你的 career 的书，你就可以去把它给 customize，就是那个 ChatGPT 也可以，ChatGPT 叫 customize GPT，然后 Gemini 呢，它叫我重新给它关了，再开一下，在那个它是在哪里？嘿，我这个页面是在哪找着？我看一下，再关了能不能那个找的好找一点。它叫 Gem。哎，反正我忘记刚才我一开始这边有一个 Explore Gems，就是啊、如果没有的话，你可以搜一下，它肯定也能出来。就是它这边其实它已经给你一些相对来说就是已经是 customized 的 version，就是比如说，那我们自己呢，我们可以创建一个新的。那当我们创建一个新的时候，比如说你可以在这边写一个 communication coach 然后你就会去有一些 instruction，就比如说，我希望他作为一个什么样风格，就是我可能说，哦，我希望你关注在家庭方面，或者是我希望你关注在工作方面，然后我希望你给我的风格是什么样，我个人的风格是什么样的，我希望在哪一些方面去进行一个改变。你可以这边就开始写，然后你写完之后当你写完之后，你存上的时候。你就会，就是我现在先不写了，太多了。就是我现在存上之后，你去跟他再 chat 的时候，他就会变成一个，就是直接变成一个 coach，就你不需要一开始，可能之前一开始写的时候，你会说，哦，我今天想要让你帮我看一下我们两个对话有什么问题了，或者是我现在今天我们最近有一些什么什么问题，那你能不能把这个对话的方向向哪个方向去引入？当你能够去 customize 的时候，你就不需要去就是重复的写那些废话，然后你就可以直接进入问题，先说哦，这是我今天的对话，你觉得哪里有问题，或者是这是我今天的一些最近的一些进展，你觉得就是我下一步应该做什么？就这样的话，你的就是相当于说你就更加的高效啊、这个对话，然后你每次就其实它这边有好几个，就是它的那个 career guide。其实我觉得大家也可以看一下，就是等一下，我其实不想，就是不想，就是如果你 make a copy，就是你怎么样，你可以去看它的这个 instruction，它的这个 instruction 其实就是它的一个，就是它是怎么样去 prompt 它的那个版本，就是它怎么样去从一个很强大但是比较 generalize 一个 Gemini 的 version 去 prompt 成一个专门去指导你的 career 的一个东西，然后你这边你可以看一下它是怎么样去描述这个Gemini 这种人格它不一定是它不是一个真的人格，但是 quote unquote 是人格，然后它的目的是什么？然后它的一些啊。大概的一些 overall direction 是什么？就是你可以去当我们去一步一步地去看它是怎么样去给这个 prompt 去 prompt 它自己的一个变成一个特化的 Gemini 的一个。
个人助手的时候，就是我们可以学到很多他有哪些东西写什么样的东西去写进去了，然后包括你自己的话，比如说你可以写，就是说哦，我希望你，我现在是希望你更多给我一些往管理方向走的建议，或者是希望你更多给我一些变成那个就是科技大牛这方面的建议，就是那他可能就会给你更好的，就是让你的个人方向更加的，给你的建议就更加符合你个人的特点这个这样的话，就是其实我们讲到那个 AI 智能体，就是这其实是大家都在讨论说什么是 AI 智能体，什么不是 AI 智能体，然后有一些人说哦就是套壳啊，或者是怎么样。就我觉得这个争论其实没有太大意义，但是这个其实相对来说，就是说往智能体迈进了一小步，就是你可以去当你能够把你自己的一个目的和说清楚的时候，你能够通过对话来去发现说，诶，我这个 instruction，就是我自己写这个 instruction 跟我想要的这个 output 是不是有一个出入？我怎么样去调这个东西调得更好，然后让我的 output 更好。其实这个就相当于说，你就是开始进行一个往智能体方向走的一个积累，其实相当于说算是呃，然后这我们今天就不去细讲了，因为其实就是那我们后面就是讲到说你怎么样去看它的就是 evaluation 这些都是一个很大的话题我们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就是我们可以再开一个就是专门去讲一下这个怎么样去给自己做一个让我们自己每个人个人化的coach 也好，或者是个人化的一些其他的一些特化的一些 Gemini 的用途也好，就是可以去专门进行一个手把手的，或者是一个更啊 对 hands on 的一个交流。然后下面今天呢就是讲的第三个框架就是项目执行。项目执行这边其实我们这个相对来说就会比较复杂一点，但是我们就可以看到说，我们这边就已经开始结合前面的几个框架去进行一个更复杂的一个规划。就那这边我举的这个例子就是，比如我们现在在公司里需要做一个 dashboard。那 dashboard 的话，大家都知道，就是传统上来说是比较麻烦的。比如说有一些人是管理数据的，你要去问他说，你给我跑一下这个 SQL 然后他就说，哦，我今天没空，然后怎么样？然后有一些人是管，比如说 sales 说，哦，我这个东西但是很积压，然后你就怎么就你，然后我这边必须要今天要弄出来，或者怎么样？然后就是这种很多的交流是会去。然后有一些 engineer 那边他可能会说，哦，你这个东西你需要 update，但是我现在没空，我现在有更急的一个项目去做，就是这种对话一般来说会持续很久，甚至是几个月。然后我们到底是这个新的所谓就是怎么说叫它一个新的 initiative 能不能做起来，就是大家都不是很都不一定能。没有几个月的讨论，基本上来说做不出来。但是现在呢，因为大家也知道，就是有那个 vibe coding，所以现在很多人就说，那我就直接用那个 vibe coding 去做。就是 vibe coding 它其实就是所谓的 AI 编程。然后那其实 AI 编程本身没有编程本身其实当然也是一个也是一个技术，但是就是你知道怎么编今天讲的大概是就是第一步是你要知道怎么编。就比如说我们就用这个例子来谈的话，那如果说一开始，比如说我们可能当然这个东西就是也是需要，就是公司里面有一个policy。比如说如果是有公司里面，比如像现在如果用 Zoom 的话，Zoom 它是有自己的那个 transcript。那你这个 transcript可能是你可以用的，就是或者是有的 GPT 它有那个企业项目，就是企业项目的话，有一些人如果你有企业项目的话，就是你是可以，就是你是被允许，就是帮你们喂你们公司的 data 的。但是如果你要是没有这个允许的话，你可能就有些东西就需要你去用一些你们公司允许的 tool，就是这个，所以这就牵扯到一个 privacy 的问题。那就是假设我们反正就是，如果是这些 tool 都可以用的话，比如说我们第一步的信息收集，
就前面我们说的是公开的信息，就是网站呐、然后 LinkedIn 呐、那我们现在可以换成说，哦，我们过去可能开了一些会，你可以把那些会都调出来，说我们会议的记录是什么，或者说甚至是我们直接的会议的一个原始的记录，啊、原始的那个录音的那个 transcript 是什么字幕不是字幕就是那个就是转录的那个文本是什么。那你可以直接就跟他讲说，你可不可以把就是关于这个 dashboard 所有的讨论都调出来，就是谁说了什么，先把这一步调出来然后这一步的话，因为你限制比较死的话，它是比较准的，就是如果你我是比较喜欢就是一步一步限制，因为或者说至少是让他先把我一个很 vague 的一个东西 break down。就你比如说你这里的话，你可能第一步就是你先把我所有的原始文本找出来，你先不要去管那个原始文本到底是怎么分析。那到这一步的话，它就会一个比较专心的任务，就是找关于这个 dashboard 的原始文本。那找完之后，你再可以跟他问他说，OK，那根据你找的这个原始文本，然后以及这些参会的人的一些背景，比如说这个人他是什么什么背景，然后那个人这个叫什么名字，可能他是一个什么背景，你觉得就是说他们的沟通交流看上去是他这个东西是能做还是不能做，就是应不应该做，或者是哪些优点哪些缺点，然后这样的话，他就会根据他上面提取的文本去给你进行就是更进一步的去分析一下这个东西。那你可以说，比如说，假设说 sales team 他们不想做，或者是他们想做，但是想做的方向可能不是特别的practical，就是他们有一个，那你可以更进一步的问他，就说你可不可以给我一个 plan 去让我去跟这个 team 谈？那如果是他这个其实就是一个沟通交流的这个框架，就是所以说我们现在就是可以开始把所有的一些上面的一些框架变成一个一步一步的一个更长的一个工作的一个叫什么工作一个链条，然后来实现一个更大的目标。那下面呢就是 project planning，就是比如说我觉得说经过这一些信息收集、工作交流之后，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可以做的，我想要试一下。我觉得现在的就在现在的这个用 web coding 的话，可能你先做一个东西出来，让大家看一下，因为很多人他没有办法想象出来一个没有见过的东西。所以说，如果你要是能把它给做出来的话，他们一看觉得说，哎，这个东西可以，或者说他们一看觉得说，哦，你这个东西，如果你能再加一个什么功能，就更好了。他们就会有更多的，就你们的讨论可能就会更加的怎么说啊，更加的productive。然后那这样呢，你可以去问，你可以就是同时你就根据你前面的一些信息收集，你可以去问他说，哦，我2个星期能不能，你能不能给我一个2星期之内能做出来的版本？哪一些是最重要的功能？根据我们前面的一些对话，他就会给你一个很好的一个 planning，说你可以先做这个或者后做这个，然后你就去根据这个 planning 之后，你可以再去跟他讨论说，哦，这个东西，哪里可以实现或者是哪一步，比较有困难，或者就是你就可以变成一个，它就相当于是变成一个你的 brainstorming 的 partner。而不是仅仅是一个任务的执行者。比如说我这边有一个例子，就是说，就我前面讲的说，我们大概的思路已经完成了。这边呢，我现在这个是我现在在做的一个项目，就是做一个 business plan 的一个就是快速迭代，能够让就是有创业思想的人创业想法的人去快速迭代，看他自己的这个 idea 是不是可行。那这样的话，就是我其实遇到这个问题，就是我有一些。我想做一个就是这个UI，但是我有好几个有好几个想法，就是我可以做一个比较简单的，我也可以做一个比较就是更加的就是 AI oriented，然后我就直接跟他讲说，你能不能给我直接干脆给我出4、5个版本，让我看一下都是什么样儿哪一个好？然后我看到之后，我就觉得说，哎，这个版本我就比较喜欢，我觉得我就想按这个思路走，然后这样的话就省很多的时间，就是省那个就是 Data Force 的一些时间。那如果现在这个用的是那个 Cloud，现在的话编程相对来说比其他的一些版本就会好很多。
那他这边比如说我刚才出的时候，我就跟他，反正这就是一个很长的对话，因为你弄完之后，他就会比如说我这边上面出完了之后，我说哦，你给我写一下那个 implementation，他就可以直接他就开始直接给我编程，然后我觉得他太喜欢编程，有时候我就跟他说你先别编，我还没跟你讨论完，你先那个先讨论，不要那个不要天天就是一下就跳到编程上去，然后但是现在的话就是。但总之就是你今天讨论的时候，你就有一个很清晰的思路了嘛。然后你也可以就是，如果你本身不是啊一个程序员的话，你可以有一个更好的讨论的一个基础，因为就是这样，就其实也不需要求程序员说帮你能不能帮我编一个东西出来，或者是让那个 UI。你能不能帮我弄一个东西？你就是可以直接自己弄出来，然后他们觉得说，哎，这个东西可以，那我们就做，然后或者说这个东西，哦，你有什么哪里没想到，你能不能来试一下，怎么样？其实这样就变成一个更好的一个讨论的一个基础。然后我现在也是在做这个 business 的，就是怎么说 business plan 的这个项目，然后希望能够这个月底或者是下个月初能够上线。也欢迎大家到时候来提意见，或者是看一下有什么哪一些东西能够就是有一个 user 的反馈。下面对下面的话，这个也是一个，其实可以讲的很多，就是其实以前有一句话叫就是有一个 meme，最近就是说有人说哦那个什么 ideas are cheap，然后 show me the code。然后的意思就是说，以前很多人说我有一个天才的想法，就差一个程序员了。然后现在很多人把这句话倒过来说，code are cheap，show me the prompt，就是说哦，你到底是怎么编的这个东西？就是你要就是你这个东西是，你不要你的 code 就是我可以瞬间去几百行几千行都可以写得出来。然后那你到底是怎么样去你的逻辑是什么？你到底是怎么样去跟这些 AI 的 tool 去讨论你的想法的？就你这个东西的话，你反而是变成一个更加怎么说呢，有价值的一个事情。那这个话题其实也是有点 controversial，因为有的人就觉得说，哦，你那个现在这些这些东西都就是只是玩玩的东西，然后有的人就觉得说这才是未来。但这边的话，如果我们有大家其实也可以，我觉得也可以，就是大家互相讨论一下有这个想法的人，然后我们可以有些东西，比如说我们怎么样用一些简单的 coding 的一些 tool，可以编一个个人的网页或者是编一个小的工具就包括我们刚才那个 Gemini，你可以把这个其实你可以变成一个你个人的网页，然后你可以跟别人说，哎，我编了一个 AI agent，然后你可以那个发到你的朋友圈里。其实这其实就一步一步的，其实 AI agent 也没有什么啊、就是也没有什么特别怎么说呢，也没有什么特别就是 glorious 东西，其实就是都是一步一步的把这个整个的流程梳理开，然后慢慢的一步一步去做出来的。那这边后面的话，其实我们今天时间也差不多快1个小时了。那这边项目执行就是，其实之前我们讲的是主要就是花时间讲一下在工作里面的事情。那其实在家里的话，我觉得可以作为一个小的项目执行的一个应用，比如说可以跟孩子一起去做一个 planning，比如说我下周去那个 Muskoka。就是我们这边的一个 cottage，然后我就直接把那个 planning 的东西基本上都交给那个ChatGPT，让他帮我说我们现在是几个大人几个小孩儿要拿什么衣服，然后要买多少东西，然后买几盒肉几盒菜什么之类的，然后每天都吃什么，大概就给我弄了一下，就把它弄出来，然后我就照着那个菜单儿去买。然后这种东西就是其实也是一个小的，其实也是一个小项目，所以说可以跟就是用到家里的一些东西，一些事情上，或者是跟孩子一起去做一些互相启发的一些事情，比如说。
另一个 idea 小的 idea 就是比如说你其实当然我们去买菜的时候，可能看这个想吃，看那个想吃嘛，买一堆菜回来，那你就把它拍一张照，然后就是说哦，我今天买了这些菜，然后你给我 plan 几个 meal 出来，我就是啊、每天要有肉有菜，然后给我一个7天的 meal，然后还有什么东西需要买。然后那你就每天就照那个吃就照那个做就行了，然后就大概就是反正就是今天差不多1个小时，我觉得下面的时间我们留到大家去讨论一下，就比如说。我们哪一些今天有没有启发到大家说有哪一些东西你们可以，大家可以去试一下，说，哎，我想要把这个东西用到我的家庭里的或这个东西，或者是用到我的工作里面，或者是说我哪一些框架是，或者是哪一些 idea 是，其实是我在可以既用到家庭里，也用到工作里面的。那或者是有一些什么，就是如果你有一个想法的话，我们大家也可以讨论一下 brainstorming 的一些东西。那后面就是这个是我这个网站也是用那个就 AI 编了一个，其实就是一页，但是我这个也是，反正一页的话，就是以前的话，你可能做这些东西，其实就算是只是写这个 copy。把每一个东西写出来都要花很多时间。然后这边是连了一个 Google Sheet，我也是通过这个编这个网页才发现说，哦，Google Sheet 原来也可以直接用在就是直接连到这上面，就是其实你可以有一个，这就变成一个小的那个像这么 survey。这个呢，如果大家想要收到更多的，就是我的那个小创业的那个小项目的一些信息，或者是说一些个人的信息，也欢迎大家去有一个 wait list 去注册一下，然后我会等那个上线的时候会发给大家邀请。今天就到这里。嗯，好的，那个感谢徐杰博士的讲座，然后现在已经有一些群友开始在群里面提问了，然后欢迎大家继续踊跃提问。我是想说一下我自己用 AI 的一些感受啊，因为我有的时候会用它做一些，比如说让它帮我翻译一些技术类的文章，或者是论文，或者一些书。或者呢，我有的时候还让他就是，比如说一个书很长，我想让他帮我做一下总结，或者是比如说总结成一些 PowerPoint 的 slides 这样的东西。然后我就发现，就是在做这两个任务的时候，这个 ChatGPT 它非常倾向于自己编内容，就是一般来说前面第一页就还好。它后面就越来越离谱，就是他说的东西不见得是错的，但是就基本上脱离了我想让他翻译或者是总结的那个本身的文章的内容，然后我就需要比如说不停的提醒他说你要严格按照这个里面的内容，然后不要添加。然后一般来说我这样提示了之后，他可以就是在正常的工作再翻译几段或者总结几段之后2、3页之后就又开始自己编造了，所以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也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但是我发现他在做类似的短篇幅的任务的时候就表现得非常好，比如说帮我修改一下 email 呀，帮我润色一些短的东西，它就完全没有问题。但是一旦篇幅变长或涉及一些专业知识的时候，就是这个AI 的幻觉问题在我这儿还体现的挺明显的。不知道其他人有没有这方面的体验，或者是徐杰博士有什么心得可以跟我们讲讲？有人要讲吗？燕或者三长有想要分享吗？我没有用那么多，就是没有用到这个hallucination，我还因为我没有特别多的用到这种 paper，但我知道它 paper 经常是乱编的，就是无论是 citation 还是 whatever，就是你凡是遇到 paper reference 什么的，这个一定要注意 check back，就一定要注意，就是你应该说你可以 trust AI most of the time，但是对于一些事实细节，特别是这种能够很容易查的，还是要记得要查一下。我觉得这个by the way，那个上次 Monica 也提到那个叫什么 AI whatever policy ethical 还是什么。
对，就类似不同的嗯公司对自己的员工使用 AI 会有一些 policy，就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是不是？因为相当于我们在用跟 AI 对话的过程中，我们放上去的给 AI feed 的信息，by default，他们都是可以用来 train 他们自己的模型。但是就是说，也就相当于这些信息变成 public 的信息，所以就是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有没有一些内部的信息或者商业机密，或者是不能公开，包括是如果你正在做的研究，对吧？你还没有发表，你不希望别人看到这些数据或者结果，那么在使用的时候就要稍微注意一些。这个也不是没有解决方案，现在比较常见的解决方案，一个是就是有的机构他们会买自己的，跟那个 OpenAI 或者其他公司买自己的 license，就如果有这种的话，就是相当于机构之间会有这种保密协议，就是 OpenAI 它不会用你们这个机构的 license 上传的数据去 train 它的模型。然后另外一种就是做 local deployment，现在就有一些开源的模型也可以避免这个问题。嗯，对。诶，这个地方我想加一句哈，因为我们公司对这个也很严格，就是像刚才 Monica 说的是，大概是有几个层次。一个呢，就是直接像咱们普通人直接用 ChatGPT 啊，那直接用呢也有两个，一个是付费的，一个是不付费的。这里我可以回答一下刚才那个问题啊，不知道 Monica 你用的是付费的还是不付费的？它这个都用过。都有哈，不付费的会好，付费的会好一点，因为它给的 token 的那个比较大。就当你接近你的文章真要接近 token 上限的时候，就你越靠近它的上限，它的这个胡编乱造就越没谱啊，这是一件事儿。第二个呢，就是我觉得那个我自己用很多但是我翻译都是比较短的啊。还有呢，我就发现说，当你在就着一个课题给他不断的问，不断的问。因为他一直在猜你的 intention，你连着几次问吧，他就开始，就有的时候你就觉得他帮的忙不如帮的乱多了，就有这种感觉哈，就有的时候你就轻调再问就会好一点。但是燕说的很对，你一定要凡是你需要发表的，你一定得 check，不能用它了，或者你需要 content 的事情哈。那第二个说 security，一个就是普通人的用，但是公司的用呢，一般是这样。大部分大公司呢，你在公司的 VPN 里边哈，不管是 remote 还是在公司，它都不能直接去的，不能直接去任何网页上提供的或云里提供的这种 AI 哈，一般是不允许的。那还有呢，他可能自己做一个，比如说我们公司 AT&T，他就做一个 AT&T 自己借助于 ChatGPT 的一个界面，它中间有一个 proxy，但就是这个呢，我们可以用，但这个呢，你比如说我要上传一篇文件。我里面有数字，它全部变成叉叉叉叉叉。那有些技术是用数字表达的，比如说 IP address 是几点几点几点几，它就变成叉点叉点叉点叉。所以你想，比如说你本来想总结一下这个 IP addressing 的这个 strategy，你就没用了，所以它就开始给你胡编乱造了啊。这是一个，就是你能不能说用我的手机悄悄的不用公司就把这篇文章怎么 download 到我手机传上去的？这个是不允许的。就是凡是公司的 data 你都不能够用公司不允许的界面，因为就是 ChatGPT 保证它，哎，我肯定不 leak 啊什么，这个都没有保障的。如果真正的保险的东西，就必须是 local 做好，而且这台 local 机器不可以有 internet access，所以还是我觉得和 AI 有关的东西还是挺严格的。像我实验室有几台机器，就是 absolutely 不可以有 internet access。所有的所有的学生，如果就是在 local data，我们可以随便做，就是叫当地部署、本地部署的这种模型哈。那但是呢，都不可以用 remote login 的，因为你从 internet 过来都不知道会有什么 backdoor。哎，所以那个你工作上用 AI 还要小心一点啊，还不能 violate 这些 rule，哪怕是小公司。但你私人用的话，你可以放飞。嗯，对。对，所以现在就是很多人他用私人用自己用来编程序、编一个小工具什么的，这种其实就是最近很多人就是说就可以自己编一个 app，然后上传到就是苹果的商店啊，或者是 Google 的商店。不过这边我觉得其实可以接着话题，其实还没有回答那个 Monica 话题，等一下回答一下。然后就是我觉得他就是之前我虽然之前也是在那个一个 healthcare 的一个公司里面做，就是但是我对
安全这块，其实我都没有什么感觉，就是因为这个都是专门的部门负责的嘛。虽然然后 healthcare 本身确实它的 data 就是它是需要就是联网的，什么样的东西可以联网，什么东西不可以联网啊，这些东西都有很多的 rule。就是我们普通人的话，哪怕是你是在一间公司里面，可能你不需要去关注那么多，那你编程你就在这里编，然后你去。你公司的数据就是在这里，然后你可能就写你的数据，其实已经给你权限已经给你规定好了。但是其实当达到一个 AI，当我们开始 AI 变成一个就是 day to day 的一个日常的用户日常的工具的时候，其实它的安全问题反而是让每个普通人都需要开始注意了。就是我觉得我现在注意 AI 的安全问题反而比以前多。比如说以前不知道大家前几年有没有听过一个例子，就是如果你申请贷款的话，如果你是在某个区住，可能你就贷款额度比住在其他的区要低一点或者高一点。那因为就是历史上来说，这个区的人就是因为历史遗留问题，就贷款就是批不了很多，或者是网上有一个人，他跟他老婆都是有一个人发了一个推，是他跟他老婆都是在同一家公司，也不是同一家公司，反正同一个行业，但是不同的公司。大概的职位呀、薪水啊都差不多。他们申请信用卡，他老婆的信用卡额度就比他低。然后他就说这个东西就是一个啊、数据的安全，或者是一个歧视的问题，因为他其实可能他也不是一个故意做的这件事情，他只是说哦那 AI 不就是 pattern recognition，那我就 recognize 这个 pattern，我就给你套到下一个人上面。那所以说，它这个东西，它对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将来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包括说我们现在啊、自己做一个我们自己做了一个小项目，或者是会不会放到网上，会不会被别人破解？就是所谓的 prompt，就是injection。或者是我们公司如果开了一个聊天机器人窗口，说，哎，你好，我可不可以帮你做什么什么事情啊？那个人说，哦，你能不能给我未来申请，就是给我把这件东西买了，然后如果你的安全做的不好的话，他可能真的就把真的就把那东西买了就给你了，那你不就赚钱？就是公司就坑，就是他反正就把自己公司坑了，就是这些东西都变成一个安全的问题。所以说，其实现在的话反而变成一个我们需要更加注意，就是我们去用 AI 去学这个东西的话，我觉得。就是我们需要有一些直观的认识，才会能够讨论这些问题，讨论的更加的有的放矢，而不是仅仅的说哎呀，AI 是不是一个威胁啊，或者是 AI 会不会把人类灭绝啊，什么一类的当然这个也是一个这些也是值得讨论的。但是我们只是去看这些讨论的话，我觉得不如去多用一下，然后去根据自己的认识，根据自己的直观的印象去考虑一下，说这样的东西会不会造成一个威胁。然后回到那个 Monica 刚才讲的那个话题，我觉得，我不知道你就是翻译的文章是多长，就是 Sandra 说的，如果你翻译东西太长的话，他可能翻译到一半儿他就开始偷懒，或者他就不干活儿，他就开始给你编。然后我觉得可以有几个，一个是可能是如果你发现他总是只能翻译到两三页的话，可能你可能确实需要就是你可以就是我们可以这个其实也可以做一个怎么说呢？有一个可以试一下一个项目，说我们能不能自己做一个 AI 智能体去自己拆分，你可以有一个智能体去拆分文章，然后有另一个智能体翻译，然后另一个智能体校对，这样的话你的工作流程相当于说可以搭起来。然后另一个方法就是你可以强制它去比如说你必须要一句英文一句中文输出原文，那你这样的话他就不会他偷懒的话，你至少能抓住他。就是反正有一些怎么有一些东西，就是我们发现的时候，就是发现一个问题再去解决一个问题不知道这样有没有回答到你的问题？我觉得这两个建议都很好，我要回去试一下。对，我看现在那个chat 里面已经有不少问题了，然后有的朋友就说现在那个大模型种类实在是太多了，像什么 Gemini、ChatGPT、Grok、Cloud、Right and Cursor，太多太多，就是不知道这个哪个最好用，然后你有没有什么推荐，
或者让大家在选择方面有没有什么 guideline？我觉得哪个最好用，其实要看。我觉得如果是刚开始用的话，我觉得其实都差不多。就是当你用到一定程度之后，你就会开始有一个大概的想法的时候，你可以再去试一下，其他的几个。就是我试了一下同样的问题，问不一样的，不一样东西，它可能是有一些，就是 Gemini 怎么说呢？ChatGPT 现在特别，就是它好像就是最近的一些版本，它特别的喜欢就是顺着你的话说，就是有点拍马屁的什么，你说的什么，他都说哦，that's amazing，然后怎么样，然后你必须要 challenge，他要你说哦，你能不能 challenge 我一下？然后比如说我说哦，我下周是不是要讲这个？他就说啊，你这个的东西简直太好了，然后你这个东西非常非常有用啊，那我就不就顺着他他不就把我拐跑了吗？我本来是想要跟他 brainstorm 一下，然后这个就是啊、所以你可以试一下其他的几个。啊、但是我觉得一开始的话，其实没有特别，就是不需要去说哦，我一定要把3个都比较一下，3、4个都比较一下，然后研究明白了哪一个最好才能用。我觉得，然后就是比较实际的一个建议，可能就是不要买年费，就是你先买个20块钱的版本，然后它又不好用，你下个月换个别的，然后它在另一个版本又更新了，你再换回来。反正我现在就是。就你就换来换去换几次，大概你就开始心里有数了。然后说哦，这个东西比较适合那个这个，然后那个东西比较适合那个。我觉得这样可能是比较实际的一个做法吧。就是要自己去多尝试。对，就是对，你尝试到一定程度，你就知道什么东西哪对你最好用了，就是差不多是这样。嗯，这个聊天群里面有很多朋友都表示对后续的 workshop 感兴趣，然后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扫描这个聊天群里面有一个二维码加入聊天群，可以收到后续的一些信息。然后还有一个问题是关于，就是说如何搭建自己的这个知识库和，就是说，如果自己知道的很多知识，但是 AI 并不知道的情况下，怎么能去搭建一个自己的这样的知识体系？如果以前用的东西都保存在 Word 或者是比如说 Google Doc 呀这些里面，那就是他想问一下，用什么样的方法可以把自己以前的这些知识做成一个智能的这种知识库呢？这是个好问题。我觉得这个是有几个方向吧，就是一个是你是想要多大的一个怎么说也不是，就是你的哎呀，我的那个什么在哪里？就你的知识库有多大？就比如说你的 Google Drive 还有多杂？就比如说你的 Google Drive 里面，你可能有一些自己感兴趣的论文，然后也有一些自己就是家庭的一些东西，然后也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报废啊什么之类的东西。然后你这样的话，你可能就需要你自己去想一想，我怎么样能够让这个大模型去给我，就是能把这个东西给弄更明白一点。比如说，我现在如果是查，我其实试了一下，我从那个就是 Cloud 现在可以连那个 Google Drive，然后 Gemini 的话好像也是可以的。现在，我看一下，现在它也是可以连的，就是你可以连你的 Google Drive。然后还有一些其他 Notion，比如说现在如果很多人就是喜欢用 Notion 的话，Notion 它自己也有一个 Notion 的 AI 的版本。啊、所以这个，然后 Gemini 不是还有一个 Notebook，Notebook 这个是就是专门针对，就是说你有一个 source，你想去看你的 source 里面有什么的，比如说你的 Google Drive 可能是你的一个比较感兴趣的一些论文，你可以把它就是都拖到这个同一个 notebook 里面，你去跟它进行一个问答。啊、但是就是说，如果是说到说做成一个特别就是能够真正用得起来的知识库，我觉得本身这其实就是一个项目，就是我觉得可以动手去尝试一下吧。
啊、就是不是特别不是特别很好的能够就是在几句话里面说清楚，但是你可以就是先试一下，比如说你用 Cloud 或者是 Gemini 去跟 Google Drive 连一下，然后看一下它的一些回答和它对里面的知识的一个总结程度有没有达到你期望的一个啊、达到一个你期望的精度，然后如果它达不到的话，那可能就需要就是进行一些就是可能就需要自己搭一个智能体，这样。嗯，好的。我看到还有朋友表示对刚才你讲的那个 Gemini Career Coach 特别感兴趣，希望以后能有机会听一下关于那个项目的详细的介绍。我后来看我们是要做一个 workshop 来讲这个，手把手的讲的更对，细一点。可以，对，对，这个是然后可以做的。对，然后就是说，另外就是关于这个数据的隐私问题，大家就说，如果要做各种 AI 的项目，那么自己的 data 就被 share 到，比如说通过 Google Drive，你需要 get 很多 permission，然后包括自己 upload 很多 information 到 cloud 上面，对吧？都是各种云存储。那么怎么能够就是这个隐私的问题，需不需要担心？需要注意哪些事情呢？哦，这个有几个听众表示连那个二维码无法加入，我不知道是什么问题，可以二维要不码有一个是Sandra 的二维码，还有一个是那个就是远程群11群，11群是不是满了？我看看。那个 workshop 我刚才自己试了一下，这个 workshop 的群是可以加入的，哦，这有个新的 workshop 群，那我不知道，那就用 就是 workshop。Sandra 发了第二个二对，维码。这里有一个 workshop，然后我正好我把它打开一下，这样子正好可以那个。远程群现在180应该还有空间，还有20个位置可以加入。对，可以这两个可以并排放一下，就左面放一个，右面放一个。对，我刚才没有看到这个群，所以不知道。好，行，那个大家试一下这两个新的二维码。对，那隐私个人数据隐私的这个问题，不知道这个，我觉得就是 AI 现在已经变成一个就是 it's here to stay，就它不会跑。就比如说我们，所以说我们就是想说，然后我们还有一句话说，未来是在 AI 取代人类之前首先是会用 AI 的人取代不会用 AI 的人，就是这个东西的话，就是我个人是觉得需要有一个 practical 的思想，就是比如说我们一直在讲 Google Drive，那 Google Drive 它也是在 Google 家里，对吧？就是所以说它训练出来的 Gemini，你信任还是不信任，就其实这个监管的问题。我觉得每个人需要去发声，就是说去想说这个事情应该怎么样。但是我觉得发生之前，就是我们需要对它有一个认识，而不是只是去想说，哎呀，我万一 AI 都把我的东西拿到那个它的里面去了，它是不是都知道我的一些隐私啊什么的？我觉得说难听一点，我们现在隐私其实也就 AWS，然后 Google，然后微信，然后。也都没有了。就是对对对，我觉得我听好多人就是分享过这种经验嘛，就是自己比如说跟家人随便说聊天说点什么东西，然后结果打开手机点到 Google 或者是 Google Map 什么，只要点上去，还没开始输东西，它就自动提示你们刚刚说过的那个内容。对对，就是其实我觉得肯定是以后会更严一点的，就是比如说ChatGPT 刚出来的时候，其实它也没有去搞这个企业版本，然后很多人就会说，那万一我的怎么用了之后，是不是会被你们就训练了怎么样的？然后他后来他就去做了一个企业版本，就去解决这个问题。所以说他肯定很多的就是如果是公司内部允许的东西的话，它一般来说它的 license 是会就是会保证说这些东西不会被用来训练的。那你个人的一些信息的话，
就只能你个人，就是只能个人去有这个把关，或者是你也可以自己买一个就是企业版，就比如说 ChatGPT 是可以有买企业版的，或者是你去弄一个 Google 的 workshop，不是 workshop，Google Workspace 的那个就企业版的账号。那我是没去细看它里面到底写的是什么那个，但是 GPT 的如果你企业版看一下，它说不好，对，搞不好它也是可以那个，可以把你的数据给就是不会用于训练的。，ChatGPT 的企业版大概要什么价位？GPT 我现在不知道了，因为我换到别的上面去，但是好像也没有很贵，没有贵很多，就是比那个不是现在很多人自费都买到那个200块钱的那个版本，那个肯定比那个是便宜是啊，就是我看一下，我也不知道多少钱现在。对，还有对隐私，你要特别严格的话，可能是需要这种，一个是企业版，甚至是你要就是 offline，就变成都是 local 的这种运行，嗯，那就是非常严格了。当然，on the other hand，我觉得在美国的环境下，就算你的 data 被 train，其实 doesn't mean 你的 data 是 public，就 training data 只是用来 train，但是不会用来啊。等于是 review 你的这些 information。嗯嗯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除非美国也变成一个独裁体制，那可能就有点扛不住那种法律规定或者 whatever 的话，只要保证美国还不是独裁体制的话，很大程度上就是说还好，就是不是就是大家对这个隐私是有一个非常呃强的共识吧，就是不会拿这些东西来，比如说告你啊，或者是即使是 evidence，可能也不可以拿出来，就应该是这样。嗯，嗯，我们可能还有时间，最后回答两三个问题。如果大家还有问题，要抓紧时间问一下。嗯，这个有观众说，就是这个 ChatGPT 拍马屁的这个问题，有没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案？是不是多问几个不同的 AI 模型，就可以了呢？你可以在那个系统里面去设置，就是你的 ChatGPT 进去之后有一个系统 setting，或者是你可以，你 ChatGPT 也是可以把它就是每个版本每个就是自己建一个 project，你的 project 里面也是可以做这种系统设置。就我觉得这样应该是可以，哎，系统设置你应该怎么说？叫少拍马屁。不是不对，是就是少拍马屁有多 challenge 我一下，就是这个你可以直对。接跟他说，一开始你打开一个新的 session，你说，哎，你少拍马屁啊，你有什么盲点都告诉我，我知道了就行了啊，这是一对个。还有对对，一个呢，应该有一个，我不知道现在 ChatGPT 界面有没有，就是 in general 一个 AI model，它有一个 parameter 叫那个 temperature。temper 哦，是对，如果它就是0到1，就是不是零，就是0.001到1，看它有几位数了，一般是0.1到1啊。如果你最低0.1，它就是胡说八道，它只唯一记得就是讨你好啊，它就非常的，它的涌现是非常的 liberal。你要给它弄到1，它都不大要涌现了，就是实事求是了。所以你那个也可以设，因为它越是肯胡说八道，它越拍的没边儿。啊，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我自己觉得，就是我现在就很小心，就是不要让 ChatGPT 成为我的就是同温层和 echo chamber。嗯。啊，比如说我们在群里有些讨论一些问题，我很看不惯谁的想法，我想给他回一个，我又觉得太尖锐，我就把情况给他介绍一下，问他我怎么回哈，他就跟我，哎呀，你说的是对的，就给我1、2、3、4一大堆。后来我就说，那你从我和这个朋友之间的对话，你有没有发现我有没有什么太执着或盲点的地方？就是你就问客气一句，他说：“哎，我告诉你吧，你真的有个盲点，其实你可以这样这样。”我说：“你把我的盲点综合上，你再给我 construct 一个回答的 strategy，它就全变了。”我就打个简单的比方哈，那个就是你要问他什么事儿以后，特别觉得他说：“哎呀，你这个表现的，你说了一个弱点。”他说：“哎呀，你真的表现出来很真诚啊，什么什么。”你说：“可是这个弱点很 bother 我。”
你告诉他，就是我觉得 be self authenticated 是非常重要的。千万不要和他成为同温层。2天以前《New York Times》有一篇文章，就是说现在有的人呢，把 ChatGPT 变成了自己的密友，他说这东西非常麻烦，因为他太怕拍马屁了。而且呢，他没缺点，他除了拍你马屁你不觉得以外，他没有说哪天他说，哎呀天呐，我遇见一个难题，你来帮帮我吧。所以他和人之间有温度的互动很不一样。其实要特别小心，不要让 ChatGPT 变成你的 echo chamber 啊、同音层啊、同温层啊这样子。我们有缺点、有毛病的人，还是跟有缺点、有毛病的人打交道、建立关系，要远远重要过跟一心拍马屁的机器这样。嗯，对，我觉得这一点特别好。我觉得，而且我想起来，就是其实育儿也是这样，有一些人就是特别注重于成为那种全能的父母，就是哦，我一定要给小孩无条件的爱呀，我一定要给就是小孩最好的什么什么，最好的这个，最好的那个，就是有一些道理听起来是对的，但是我们作为人来说，我们都是会犯错的，就是包括对小孩来说，我们肯定今天心情不好，就是发泄出来了，或者是就是这个事情没处理好啊。就是其实这样的一些东西，就是说我们其实是作为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而不是说我变成一个特别特别就我觉得这一点其实尤其是让 PC 可能也是你就因为大家都想要做好的父母，但是其实有的时候对自己也要更就是能宽容，就是也其实 PCE 做更好的父母的最 fundamental 是对自己好一点。就 in the end 最后都是所谓的育儿育己，其实还是育己的成分更需要多一点，因为育己不到家的育儿太难了。对，刚才那个问题有一个 follow up question，就是问 temperature 是不是在ChatGPT 可以设置，是不是三者也不太记得了，需要再哎，去找。太记得了，我正在问他，问 ChatGPT。对对对，这个其实是就是说怎么样用 AI 学，你就问他说，哎，你那个 temperature 你怎么设？就他就会跟你讲说，哦，那个是就是免费的版本也可以吗？我知道那个收费的版本是可以的。先问问他哈，一会儿回答你们。嗯，他先拍我马屁，你这个问题好专业哦。对，我们是不是平时就是要跟 ChatGPT 学一下这种沟拍马屁，通方式啊？对啊，对。如果跟我们平时跟其他人这样沟通，是哦，不是都很容易让别人喜欢？对我觉得我也遇到过，就是我有时候就想一下，哎，我这个东西是不是应该这个产品是不是应该这样设计一下？然后我觉得我应该把这个哦，我东西和看到，我给大然家说后完了之后，他就说答案。啊，你这个想法太好了，然后你这个想法就是世界上就是什么市面上正缺乏的什么东西，然后他就开始什么，就有的时候真的是能钻到它的里面不自觉，因为他是用一种 brainstorming 的方式，他是 build on top of your thoughts。他不是他说完这句话之后，他嗯就说哦，如果你想要做这个东西的话，你可以考虑一下一二三四五，然后你觉得他那个一二三四五说的挺对的，然后你就会讲说哦，那这样这里面这些东西我比较喜欢什么什么，然后他就会说，哦，你这个东西你又解决了一个什么什么样的难题，然后你这个难题他就会跟你，所以有的时候这种拍马屁是在一种不自觉的这种状态下被拍，然后就早上你睡一觉之后醒了以后想说，昨天有点那个聊的太那个什么了，但我再回来那个再重新看一下昨天到底聊这些东西到底靠不靠谱，然后你就觉得说是不是是，不太行。哦，现在是这样，就是说你做 API 工具的时候，你可以先 set temperature。然后这样呢，你在 API 过程中拿来的 data、拿来的互动呢，它都是有一个 temperature guide 的。但是嗯这个呢，它在就是我们 user 的 app interface 上是不能设的。嗯也有很多 user web UI 啊什么，很多 user interface 是可以设的，但是 ChatGPT 是不可以设的。就是有一些 user interface 就是后面调用 API 的嘛，它可以通过那个 API 传递。嗯。这我们再来回答今天最后一个问题吧。有观众问 AI 是不是擅长于编程和做手机移动 App 这种事情？我想这个应该徐姐可以回答。这个其实就是它是一个工具，你可以把它当成一个实习生来看。我觉得，就是其我实做工具之前。
你最想解决的东西其实不是编程这个东西，而是说我这个产品我到底要解决什么样的问题，我的界面是怎么样从一个界面转到另一个界面，它是怎么样，这样的转换，或者是什么时候去让 AI 回答，什么时候去让数据进行一个呈现，或者是它是解决了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它这个其实前期的话，你需要进行很多的调研和就是互相的讨论，包括跟人和跟 AI 都去讨论一下。然后后期的话，编程其实是一个，就是如果你考虑到一个整个产品的周期的话，其实是一个比较靠后的一个implementation 角度的东西。然后那个时候，如果你有一个比较好的想法的话，你就可以去限制它，让它去给你就进行一个实现，不是太远的一个实现。比如说，你可以说我这个东西需要连数据库。我的数据库需要怎么怎么连，然后你就可以，它就可以会差不多就可以能八九不离十，至少能给你开始能稍微给你弄一下。如果你完全不指导他的话，你说我想要做一个什么什么什么，然后他就可以，他就觉得说那你既然有这个东西，那我要不然就给你做一个啊、另一个，就是他就开始天马行空给你加一些功能，然后可能最后的话就变成一个没有办法驾驭的一个，就是怎么说一堆东西，然后你再回去看的时候就觉得很头疼。但是你可能先把那个架构想好了，然后先把一些功能互相之间想好了，把它的一些 use case、edge case 或者是 unit test 这些东西都想清楚了，然后你去做的时候，或者是叫他先去拆分，你可以先不让他编，先说我想编这个东西，你觉得靠不靠谱？他可能就会说你这个东西哪里哪里行，哪里不行，就是嗯。这个其实也是，这个其实真的讨论的话，真的能讨论好几个小时，所以这个我们可以就是也可以看一下有没有机会去进一步的去讨论。对，我觉得这个可以简单的说法，就是说纯粹的 technical 角度，就是 AI 可不可以写出 good code？Answer 是 yes。那就是说你所谓的 good code 是in what sense？甚至是就是你如果什么都说的特别清楚，它可能能写很好。事实上，如果是更难一点比如说像他们现在不是新的公司 Cognition，他们是已经在试用，不知道在 Amazon 还是什么在试用，就是完完全全的 AI，就是已经替代程序员，就成为一个真正的程序员去编程了。就所以说，这个意义上，它绝对是可以写出 good code。因为我觉得一般对程序员的要求，如果是人的话其实我觉得一半以上的程序员都是比较烂的程序员，就是那种或者有时候看不下去的那种。所以我觉得 AI 要做好，其实不是那么难。从这个角度，当然现在即使是 competition level 的，现在其实也能做到，只是麻烦一点，就是说不是现成的这种，就是 public 的这个可能不是这种 public 的就马上能做到。但是确实是，你要从专业的角度来讲，它这种 capabilities 已经 there，就是说你能用到多少。而且你也不见得需要用到那么高级的，就是对于你日常如果只是写个 app 或者，但是 obviously 肯定是对于做 app 做什么东西都变得 much faster。对，我觉得这个 AI 的话题真的是永远讨论不完，我们可以这样不停的说一晚上，但是这个时对，间已它还有不经到了。同的对，级别的，比如说，现在我们讲的这些用一些 ChatGPT 或者用一些比较基层的工具，那就是高级的。其实，上次徐杰不就说了嘛，越是高级的，其实用的更多就是 AI 的 tool 用的更多。嗯，对对对，其实这时候扯出来更多的话题，比如说，那现在的 AI 都编程了，大家还要不要学 CS，还要不要去学编程？这简直就是讨论不完了。所以，对，但是现在学 CS 的这个学的办法也不一样了。其实就像我们当时学，比如说我是80年代就学的 CS，那后来90年代学 CS，就学的东西已经有点不一样了。2000年可能又不一样，就是每隔几年，就是同样是 CS，其实学的东西是不太一样的。就是当然，其实你就算我80年代学的 CS，就是 fundamental 的这些 idea，其实并没有太大变化。就是 even 是 AI 现在跟
20年、30年前好像 power 好像差得很远，但是其实 in theory 没有多少特别的进步，就是有一点点了，不是那么 fundamental，就是还是算力的增加起了更大的作用。嗯，对，我觉得，还有一个，我觉得，还有一个，我觉得吧，就是现在主要咱是 PCE 嘛，主要家长现在如嗯果只看这微信文章，真能给吓死。就是怎么办？怎么办呢？我孩子怎么办？我怎么办呢？其实咱们今天讲的这些啊，你比如说我是不会编程的，那么咱今天讲的这些呢，是说的应用。其实一个东西呢，你对它毫不了解，光听着那些虚唬人的人在讲吧，你真的就很可怕。你一旦发现它可以是你生活中的一个工具。哎，你就觉得蛮亲切，就跟他有一定的认知。那但是你刚才我们讲到 prompt engineering，就是说你怎么问，你能不能正着问问，再问问我有什么盲点啊？这些都是 critical thinking 的一部分。那这些东西实际上你在生活中也是，你跟一个拍你马屁的人就会容易走近，对吧？就忘了说，哎，你觉得好朋友，你觉得我这事儿我有没有过激啊？就忘了问这一句，是吧？但实际上这个你事情能看到两面。能够通过一个挚友了解自己的盲点，这本来就是个很好的事情。但有的时候对着人呢，还有点不好意思，你对着机器啥不好意思啊？其实还是你的，就是我觉得如果一个孩子已经在学 CS 了，要不要赶紧什么改行做 programming 啊？我觉得那是有 anxiety driven，你还是扎扎实实的把一些本领学会。因为那些 training 里教给你一些 critical thinking，教给你一些逻辑什么的，还是踏踏实实，没有说就没工作了。其实现在包括那个智能体，那个叫什么 agentic web 什么的，都还有 some way some time to go 啊，我觉得都没有那么焦虑。而且你想啊，那 CS 那个department 比你应该更焦虑，我怎么教他们？就是我怎么别教完了100%都失业，那怎么办？但实际上这是一个整个的社会的一个现象，它有点儿快。其实对我们的要求更要在我们人类比较强的地方，比如说 empathy 啊，理解人呢了解自己，了解别人，然后真正的能够在啊、就是说在 critical thinking 上能够呃就跟孩子一起学习怎么学习哈。我觉得这些就是非常 critical，就这些和所有的 parenting 和上个世纪和什么的 parenting 都没有区别的啊。我觉得就是今天这个会，我特别希望是说，咱大家不是说害怕，咱赶快把它当工具用起来。嗯，对对对，我其实我从今天讲的中也受到很多启发，有些用法之前自己从来都没有想到过。然后我看到这个chat 里面还是不停的有问题，因为时间关系可能没有办法回答所有的问题。然后希望大家就是感兴趣的都扫码加入这个 AI workshop 工作群，可以后面请徐杰博士再也加入群，跟大家继续一起讨论。今天晚上感谢大家来参加今天的月会，然后谢谢各位嘉宾和主讲人，谢谢大家，再见。好，谢谢。好，谢谢。老师今天的有回放吗？我们有录嗯，音，然后我看看整理一下是不是可以回放哈。谢谢。现在录音还没有停，要不要停下来？我现在把它停下来，录音呢？找不到，右上角。我的在哪儿？刚才还在我屏幕上。